然后咱们三个合体直播，所以这个有点激动上火了。然后呢，今天我们就非常 freestyle 的聊一下，然后正好那个轻松，我们不也玫瑰与轻松也上映了，是第5天了嘛？然后我们也回顾一下我们此次拍摄这次项目的一些感受和经历啊。然后呢，我觉得一上来咱们就没有基本的寒暄，直接就客服了，是吧？你不在的时候，我俩寒暄半天了，你跟观众打招呼吧你。开始你的表演。开始寒暄我。这个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这个玫瑰轻松这个赵天文扮演者，这是我们的导演哲导，是我们的老灯，然后我是我们组的中灯，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组的小灯啊。方允，我们三灯今天合体了啊。Give me five，咱们沟通 give me five 一下。然后昨天其实还挺好，昨天金妮还过来探我班了，然后你跑得太快了。没有呀，我那时候正在拍，然后完了之后还挺意外的，然后金妮突然冲一下就出现我在面前，但是主要是我后面有这个工作安排，要不然今天我俩就在一起合体直播了。是的，本来我们也是这么打算的。那你还好，昨天好像直播没有特别多人知道。没事，今天咱们三个在一块儿就行。最重要就是咱们一家3口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没有期待我们下一次在郑州或者是在片场，我们再次合体。咱们也不要仅限于郑州嘛，行不行？咱们也不要仅限于郑州，咱们全国。比如说什么厦门啊，哎呀，这种地方，什么三亚是吧？说不定哲导你昨天来找我们的话，说不定昨天咱们3个就已经在厦门已经播上了，就不用等今天了。对啊，然后我昨天其实进直播间瞄了一眼，然后我发了个评论，我说我准备订票，我李秘书去厦门的机票可以订。OK。李秘书说总裁您的行程不允许。李秘书说的不是总裁，说的是部长。说的是部长。我刚才在 cos 你好不好？你在 cos 我是吧？对 cos 了。好，我们现在正式的开始cos 不同的角色。然后我举手，我想当李秘书，然后我来那个李秘书的角色，然后你们俩就各自进入，我们就重新回到剧里面我们拍摄当时的那个感觉，好不好？可以啊。然后那我今天没拿保温杯怎么办？无中生物呀，这不是很简单？就是无实物表演是吧？对，这个好，可以。你在说话的过程当中可以，看你了，没问题。我就当这个是保温杯了。对，这里更低。然后你们就来各自的角色了，好吧？陈鹏就还是从现在开始你就变身婷雯了，然后金妮从现在开始你还是方允。好，然后我的汇报材料已经准备好了。部长赵太太向您2位汇报一下，玫瑰与轻松自2026 1月5号开播以来，到1月6号11点35分突破了100万收藏，然后登顶了某果的热播榜、热搜榜、新剧榜，然后直到今天我们是连续霸榜了4天。然后在昨天的时候，全网突破了1.5亿的有效播放量。然后我的汇报完毕。关于此次项目整体的发展情况，赵部长你有什么指示？我觉得这次项目离不开同志们一起的努力有这样的成果呢，我是很开心的。希望我们能在一起继续通力合作把项目做精做强，希望我们3灯有一个再合体的机会，有再好的项目。希望我们总之我觉得同志们都非常辛苦作为组织工作，我给予高度的肯定部长还是部长，有2把刷子的，不是会有家庭。
赵太太呢？赵太太表示非常的欣慰，这就是家中顶梁柱的重要性。哦，不对，这个逻辑有点问题，我不应该喊你赵太太。金城律所的方宇律师，请问您有什么意见？我觉得我们律所一直以来的正义啊，得到了大家的充分肯定。除了充分肯定还有别的吗？还有啥？就我们感情没有升华吗？从这个单纯的方律师已经变成了赵太太，有其他升华吗？这个也是吧，这个不是你一直以来的努力成果吗？我们的感情一直都很好呀。OK， 可以。我刚才这个有没有那个演戏时候这个状态啊？有的，无实物表演真的有点厉害。哎，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因为我之前很少连麦，我想问一下，现在底下的这个评论，是咱们3个人的评论互通呢，还是我在我这边看到是我自己的评论，还是哲导那边的评论？因为是哲导要求也拉的连麦嘛，是吧？没有互通啊，没有，好像没有互通哎，我这边只是看到的，我这边的评论。了解。我一直以为是通的，惊呆了。可以互通吗？是。我一直以为是通的，不好意思。我那个我也一直以为是通。那我们一般像这种就没经验嘛，是不是要互通一下之类的？他通不了，我那个评论说好像通不了。OK。那这样，我们3个各自就是，如果看到大家有特别关心的问题啊，或者想了解的一些花絮啊、幕后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各自回答一下，在整个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啊，没问题啊。希望才熬完大夜的我还能有这个过去的记忆能记住。我感觉你现在状态还挺好的，不像。那不是因为要见一家人嘛，所以状态肯定要调整一下。其实今天挺累的，因为昨天晚上只睡了2个多小时。没事。有什么问题可以去那个导演直播间扣屏。其实你刚才说杀青啊，我的感触最深的就是，你记不记得我们最后杀青的那一天晚上？这个其实我感受挺深的，就是我还在那个就是咱们剧底下写了，就是刚好也跟哲导和小灯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说一下，其实我们杀青的那天晚上刚好是最后一场车戏。然后那天其实我们拍的那一段时间，其实天气都一直很冷，郑州天一直都在零下几度嘛。然后大家创作起来也都挺辛苦的，因为时间周期比较紧。刚好我们在杀青的那天晚上，我记得是4点半，就是咱们在拍那个最后一场车戏的时候，郑州就下雪了。我觉得当时我们所有的人感觉就是因为也是马上迈进2026年的年关嘛，就觉得瑞雪兆丰年，就是这件事情对我的这个感触还是比较深的。那天晚上就感觉一切都很美好，就跟现在剧播了有一定的这个观众是喜欢的，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就好像是相通的。确实，那个雪下了还挺久的，因为我记得拍那场戏也拍了很久，拍了3个小时左右吧。就是拍那个我在那个雪里面喊什么停文，让他晚安什么的，很甜甜的喊了一句。然后那场雪下了特别久，而且是真。对，但是刚才陈鹏说的应该是我们那天杀青那天在那个车里面那场戏。对，我帮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我想创业的当时的那个情境啊，就是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跟你说，我想创业的那天，我不是给你分享了一个我的创业计划吗？就是拍胡尼克的那一天晚上。你的创业计划我真没想起来。
就是老灯和中灯还在，小灯已经过去了。对，其实是那天，对，我帮金妮回忆一下，就是那天晚上我们大概还有1个多小时天就亮，我们要抢天光，记得吧？就是因为那是一场夜戏嘛，然后还有1个小时，然后天就亮了，然后时间还是非常非常紧。然后当时我开着车，我在那个车的那个驾驶位，然后 B 级老师在我的副驾驶，然后你们2个在后面。然后那天不是那整那1个多小时我是盲拍的，我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我通过后视镜看你俩的表演。我看我观众朋友说，其实原小说更新到最后就是就是我们2个人生了个龙凤胎嘛，是吧？对，在原那个小说里面，就是你们从对解决了那个事情之后，然后一直是甜到尾，生了2个双胞胎宝宝。那就许个愿吧，希望有机会还有第2部。可以的。我看见好多我看见好多粉丝都在关心这个问题。其实对，但是我实事求是的来讲，就是目前我还没有接到这样的工作安排。但是呢，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是非常有诚意，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跟你们2个进行2搭的。我觉得你们2个的 CP 感也很强。这个应该说。我记得那个有一条很有就是我记忆蛮深的评论，就是说这部剧导演拍的哪都挺好的，就是太短了。对，但是我们确实拍得很细啊，就是不管是摄影老师还是灯光老师然后包括我们的演的细腻的程度，我觉得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然后我这个轻松上了以后啊，我觉得给我很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其实我们短国的短剧的观众真的是最好的观众，就大家真的是用一个词叫耳聪目明，就大家听到的和看到的，就大家其实我们做的那些点，包括你们2个进行的一些小设计，大家真的完全都 get 到。我为什么这样说啊？就是你记不记得，就是你们2个在那个兰亭遇见杨君毅那一场戏，然后当时不是找了2个安保，对，就那个手，就是当时就是我们的一点点灵感，但是观众就捕捉到了。对，那个我记得我在剧播了之后，在看剧的过程里面，其实那一个镜头其实是一个远景切出来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细节，一闪而过的。对，还有就是就是邦允给你做饭的那一场戏，不是用了那个配乐吗？然后我留了一点小心思，留了一句歌词，叫“孝敬老人，你会快乐”，然后也有观众给翻出来了。哎呦，大家真的是太聪明了！我看了，就是他给我做那个面是生的鸡蛋，不，面是熟的鸡蛋也是熟的那一场戏是吧？对，谁开的车窗？问我那个是不是你亲手做的？是亲手啊，然后我也帮忙了，我帮你翻那个鸡蛋，是他们俩做的，我也亲手了80%。对，我看我这边的评论，好多人在问这个剧的 BGM， 然后我在这儿也跟大家讲一下吧。就是其实我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一方面我会先理解人物、理解故事，但同时我就在开始找这些音乐我当时就在那个某云上面建了一个歌单，所以说这个音乐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筹备了，跟我们的拍摄其实在同一时期进行的。甚至我有时候每天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我都会打开我的那个 app， 然后听他们给我的日推，最后的很多的那个音乐基本上都是这样得来的，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个歌单，然后大家可以去那个 app 上
搜我的名字也好，然后直接搜这个歌单的名字也好，就能找到了。然后宣誓主权的车窗是谁开的？有观众问。宣誓，那必须是我开的嘛？对呀，必须是我开的呀！你都讲叫宣誓主权了，那这个必须是我开的呀。对，然后我接着说啊，然后那个其实我们在拍的过程当中，你们两个应该有印象，就很多场重点的戏，基本上都是你们在开拍之前走戏的时候，就让你们去听那个音乐，去理解然后感受当时那个氛围。然后基本上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是带着那种情绪去进行表演。我们的现场是有 BGM 的。对，所以说这样就很好跟后期老师进行匹配跟结合了。然后等我们杀青以后的第二天，我重新把剧本拿出来，然后把我们基本上重点的会用到的 BGM 我全都标注上去了，然后交给我们的剪辑老师，然后呢他又重新在我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重新的挑选呀，包括加分的音乐又找了很多，所以就是我有一种感觉啊，就是我首先抛出来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有没有哪一场戏是你们记忆非常深刻的？就我代表观众采访一下你俩。我先插播一个啊，因为咱们就是平时也直播的比较少嘛，可能咱们三个没有开评论互通，各自会有各自观众留言。如果咱们在说的过程中，如果有就是因为咱们本来这次直播也是临时起的嘛，因为是看到了这个咱们剧播出的有这么多观众支持，那如果觉得各自有好的弹幕就可以说出来，然后这样子不会说是咱们三个直播间各种弹幕会没有一个互通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这样子大家也都能有一个互动性。那我继续回答哲导你刚才说的这个，对于我来说印象深刻的戏哈，印象深刻的戏那可能我觉得结尾其实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哪一场？结尾对于我来说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因为是美好的嘛，包括提前布好的黄玫瑰，其实早在跟自己的父亲在提亲的时候就已经撒好了种子，在那一刹那，花开得正好，然后又拥有了自己这么多年的感情上的一个就是暗恋的这件事情也得到了一个回馈。跟允儿在一起的这个结果是美好，那场戏其实还挺深刻的。然后要不然就还有就是比如说，其实对我来说深刻戏挺多的。比如说拍吻戏也挺深刻，比如说浴室那场戏，其实浴室那场戏我们是拍了的。观众因为刚才一直在说浴室那场戏其实我们是拍了的，为什么只有一个剪影懂的都懂为什么只有剪影我觉得咱们也不能是为了做某一件事情再去做某一件事情。为什么只有剪影就是懂的都懂。对，但是当时我记得我跟金鸡讲的是，你就按照美少女战士变身那样去演，就把你整个的姿态展露出来就 OK 了。就是之前有粉丝问我说，拍出来还蛮有那个效果的，没想到。下雪的那场戏其实也挺有感觉，因为确实是，无论东光老师也好，还是其他的高鹏鹏老师给的支持都比较到位。下雪那场戏其实从剧里面文中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在结婚前，赵天文这个人主动去出击的一次那场戏很好。而且我觉得，包括咱们剧组实现了一些实景上的拍摄，比如说去郑州当地的山上，我记得那天我们爬了2个多小时，爬到山顶，去为了拍一些，我不知道那个山，现在我已经记不住那个山叫什么了。叫伏羲山，伏羲山是吧？因为有那个粉丝宝宝看我们的剧的评论的时候，还说是说了句去他们老家还是去哪儿拍摄了，好像说的就是那个山。对，那个应该就是当地人亲密人。为了要把这个就是2个人在
婚期度蜜月的这个状态拍的特别好，然后咱们去实景去大概有1个半小时还是2个小时，我记得开车开了1个半小时，爬了40分钟，我们爬到那个山顶，然后去拍一些跟鹿互动的花絮啊，包括我们俩在一起互动荡秋千啊，护着你荡秋千啊那种。我觉得每一场戏对我印象都挺深刻的，都很有意义。对，都很有意义。我这边有很多粉丝都在也在夸金妮啊，夸你的演技，你也说说呗。我看他们说，过生日就是赵婷雯过生日那场戏，我确实也是我比较印象深刻的一场戏吧。他们说我进门的时候很好看，我进门的时候偷感超级重，好吗？这都是设计。然后我记得当时拍那场戏的时候也拍了非常久，拍了就是从那场戏很长嘛，应该是有好几集给婷雯过生日，然后因为要解除误会嘛，然后就显得我是一个就不记得她的生日，显得我是一个非常冷心冷情狠心的女人，然后为了去安慰那个什么部长的小心脏，然后做了一系列的举动呀，然后两个人包括我们当时的比如说吹蛋糕，然后那个蛋糕的摆放，还有我们俩的位置怎么去安排才能显得就是两个人又亲密，但是又能很有互动性，所以拍出来才能让人感动。当时是反正我现在反正我记得，包括一些许愿啊的慢镜头，我们导演都是单独刻画了很久。其实我个人也是对整个57到62集那几集吧，就不是几场戏了。其实我个人的印象也挺深刻。之前看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虽然它这个戏很靠后，就我们如果按照传统短剧的逻辑的话，可能这个是不是不太重要或者怎么样？但其实如果按照我的理解的话，这个不管是对赵婷雯还是方允，都是。因为整个剧其实你们的感情都在细水长流，就这个很多观众也都在说嘛，对吧？但其实我觉得过生日那场戏，在很多细水长流的感情线中，那个是一个突破点。因为其实你看，包括我们最后剪出来，跟我们在真正拍的时候也有些许的不同。因为这个我知道，我在丁剪的时候，我们的剪辑指导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剪了3个大夜才把这几集给剪完。为什么？我们对于我们3个来说，应该是不是要给我们的剪辑指导、后期老师集体磕一个？真的是很感谢他，因为咱们收工了之后，后期的所有工作其实都留给了剪辑老师，然后我们可能要迈向。因为短剧的节奏就是这样很快，我们可能要都迈向各自的下一个项目，或者各自的工作或者生活里去，然后剩下的可能一些工作是剪辑老师在做，真的要。然后我也看了很多大结局的评论，都说这部剧的 BGM 也上大分，觉得剪辑指导也很用心，真的应该给剪辑老师磕一个。没事，这个他应该这会儿是会在直播间，然后我没看到，但是他不在的话，你这个话我一定给他带到。因为我大概说一下做了哪些调整啊。你刚才金妮也说了，可能会不会我们拍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方允会有点冷血呀，还是怎么样？但是你看我们最后剪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按照原剧本那样去处理。因为好，在跟同学聚会接到电话，然后呢，同学再跟同学哈拉2句，然后再去买礼物，怎么样？然后我们其实做了很多减法，让这个方允得知那个赵婷雯是今天生日了以后，然后我们垫了一些同期，就直接开始扭头就出门了。对，就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符合这个人设的。就当得知这个消息的那一刻，然后就开始双向奔赴了。很正常嘛，因为做太多铺垫反而显得节奏很邋遢嘛。因为当时要是真的带入里面的话，我肯定是一个很愧疚，然后很心急的一个心态，我怎么能这样子，对吧？对，然后呢，其实直到方允就是金妮抱住
陈鹏的从背后抱你的时候，然后那一刻，我觉得感情得到了或者达到了第一个那个小顶点，然后同时那个邓紫棋的那个唯一真的很大，我觉得那个我讲我看法，如果说当时小灯妮妮知道婷雯生日之后，如果用一个就是这也是知道你刚才说设计的嘛，那如果从一个观看视角来说，如果说切两个人的这个状态，比如说婷雯其实是在看表，是在做饭，是在看书，是在发信息没回，有一种孤独感。那么如果妮妮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其实切很多她其实的那种拉扯，反倒我觉得其实会有点苦啊，就是而且也不符合她的性格。其实从第一集相亲的时候，她做的那个，我记得妮妮做那个鬼脸，就是这个鬼脸，我也做不太出来这种鬼脸，就她就是一个很活泼明媚的女孩子，不论是从角色里面来讲，虽然说她做律师这个角色，但是她的年龄和她的性格底色就是一个比较活泼明媚的女孩子，包括她自己本人也是嘛。但她可能回来的过程中，其实迅速的把这些东西通过快剪的方式做完了，然后回来的那一刹那，而且我觉得是符合他的人物性格的，包括两个人在他回来的那一次，就是他刚才妮妮说的这个他自己设计的，可能回来有点鬼鬼祟祟，有点偷感很重的东西。那当抱住赵婷雯那一刹那，其实我觉得那块处理也真的还挺好的，这是挺温暖的。对，而且就是到后面真正过生日的那些戏，就我觉得我们整体处理的还是真的很紧凑，而且那个戏虽然是都在同一空间发生的，但是它一点点都不干。包括就是我记得剪的时候做了一点小设计，就是金妮给那个陈鹏吹那个礼花的那个时候，然后音乐突然断了一下，然后又起。就我觉得那种节奏是非常舒服的。反正我就在我这边来说，过生日那场戏，也挺浪漫的吧？我觉得。插播一下一个搞笑的东西啊，当时本来那场戏设计是咱们部长自己吹蜡烛，然后他没吹灭。然后我想起来，我也想起来，你说。然后他没吹灭，我觉得就是我说你这个愿望他实现不了了，你没把它吹灭，然后我自己试了，我发现我也吹不灭，然后最后设计我说你俩一起吹吧，导演说。你一说这，我现在耳朵脸都有点红了，我突然想起来，你仔细想一想，我的心理台词，我的 OS 是什么？我的 OS 是。我当时是这么演的嘛，只愿方允一生平安，就是大概类似于这样啊，就可能具体字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啊。然后我吹了一次没吹灭，吹了两次，吹了2次，吹了3次都没吹灭，完了。方允这个允儿的这个在我身边过一辈子这个愿望实现不了了，然后结果咱俩一块吹了1次也没吹灭。那个蜡烛最后吹了几次，我自己也忘了。可能这是蜡烛给自己加的戏，就是需要你们2个一起来吹灭的。就是预示了我们要一起共同克服难关，感情才能长久。会说你就多说点小灯，会说你就多说点。小灯，哎呀，要不然是你呢，脑子转的真的快呀。我插播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挺多的观众老爷和粉丝了，就大家可以点那个是左上角的那个福袋，是吧？是的，我们有一个精美的小惊喜吧，属于是，就是我们在剧中的这个相框，玫瑰花的相框，就是一会儿我们发一个福袋啊，然后如果是1个人的限额或者2个人的限额，如果说谁领到的话，可以截图私信给我们的后台，就会有机会得到我们的这个相框，还有我们金金老师的签名照。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每张照片就说一下，每张照片都是不一样的，有一些是玫瑰的剧照，然后还有一些呢是个人的照片，就是大概长这样。挑选了一张这个什么花园里面起舞的照片，还有比如说这样子的。
这些就不展示了。太美了吧，风格也太多变了吧，老师。是的，所以想要有机会获得这个礼品的话，可以来我们那个哲导的直播间啊，现在已经要发起这个福袋了。如果中奖的家人们或者小伙伴，然后可以截个图，凭这个截图私信我们的后台就会有机会获得了哦。男主的有吗？这可能咱们评论不互通啊，我看男主王老师有准备礼物吗？哲哥，你拿的这个相框里面标的这个黄玫瑰的这个上面是我自己写的那个字对吧？对，需要你亲手写的。那就是那我就给大家花开无尽日，重逢自有时。花有重开日是吧？那我就给大家写几个这个吧。就是大家对，因为所有的那一集的评论，就是你拿小本本记录方允的那个各种小习惯、小细节的那个，全都在夸你的字。我字其实写的就一般，然后就一般话吧。你这样子突然一 Q 我夸我一下，把我夸不好意思，等会我这个那是这样吧？那如果大家觉得我的字写的还算看得过眼，然后刚好我们这个片子其实从头到尾，其实贯穿的黄玫瑰，包括婷雯做的这个标本，这算标本吧，对吧？就是一个干的一个黄玫瑰的这样一个标本相框，也算是剧的一个灵魂的东西，贯穿结尾。那我就给大家到时候多写几个。然后刚好我也是刚拍完戏休假了嘛，然后我最后给大家多写几个，然后当做支持这部剧观众粉丝的福利。那就是这个意思吧。然后我也记得我在果子上说了，我们这个团队是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是怎么叫江湖未谋面的素人朋友啊，然后通过这部剧我们在一起。然后给我们的筹备时间，给我们的磨合时间真的很短。我们能做出来这样的一个项目，真的是付出了很多。然后，但是付出再多也都需要这些。我记得哲哥应该看我朋友圈说了嘛，虽然我没有在平台里面说过这种话，因为我不太喜欢发这个平台东西了。我在自己朋友圈说，我说第一个，首先先要给观众老爷们磕一个。那这些不管是妮妮也好，还是我的这些东西，我就当给观众老爷的。这个回馈吧，感谢吧，申萌真的是一个非常性情的人。谢谢大家喜欢我们，谢谢大家喜欢我们，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是这样啊，其实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啊，我今天还特意穿了一件，就是我们剧本围读第一次见面那一天的一个外套。我有什么用意呢？就是我想让你们两个重新再回到那一天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时刻就像8年前赵婷雯遇见方允的那个时刻吧。然后呢，我想问问你们两个，一开始是各自对各自的角色有什么样的理解？因为刚才已经听你们说了很多关于他们的人设也好，性格也好，就是一开始刚拿到这个本子的时候是怎么想的？那个部长，你先开始吧。硬 Q 部长，这个，赵婷雯这个角色，我记得导演你有没有印象？就是你说穿这个衣服，我记得咱们在定妆，因为我们定妆和围读，包括我们筹备的时间只有那一天嘛，我们第一次见嘛，在郑州嘛，刚好我也是赶过去。然后你给了我一瓶香水，你记得没？说是就是含有一个木质香调，比较冷冽一点。然后我记得我当时问你，我说导，你觉得就是我看完本子有一些我的想法，你觉得部长应该什么？然后我给你一瓶香水，哲导那天给了我一瓶香水，然后我闻了一下。但是其实说实话，我们拍剧的时候我也没喷啊，因为没时间喷啊，因为很累啊。但是当时我大概闻了一下，我觉得赵婷雯其实这个人就跟这瓶香水当时给我的感觉一样，他是一个比较沉得下去，一个能稳得住的人。但其实对于我来说，其实是有挑战性的，因为我本人的性格其实跟这个还是有相差的。只是现在在直播，我有点放不开。那我本人的性格肯定是跟赵婷雯的性格是两个极大的一个反差面。然后包括虽然说我也是年过30啊，但是其实跟
像赵部长这种在商场啊，包括在这个不在商场，在那个不能说，反正就是在一些有了非常成熟经历之后的一些过程，性格肯定是有相差的。我觉得，在我眼里，我看这个人物的性格可能会偏很沉稳，然后他在跟雨儿的过程中，我一直觉得应该是我不知道这种爱对不对啊，就有一点像这种爱情，有点像呵护女儿一样。然后包括赵婷雯很多东西都是藏在心里的，在细节，在没人的地方会表达。包括这个剧本，我拿到剧本，因为我们的剧本给我们的权限其实并不多哈，这个哲哥也是知道的，就是他内心的其实一些傲死，内心的一些心里话，我觉得他是一个在心里面已经把所有事情想清楚了。然后，但是我看了1、2场戏之后，我会觉得婷雯其实还有一点点小坏。我说的小坏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他不是真正的坏，而是他为了在得到雨儿的爱，他用了一些小小的规划对，一些规划叫规划。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丰满的一个角色。我觉得哪有什么不期而遇，都是我这句话要怎么讲呢？我觉得这个我知道，就是因为那句词是我改的，就是哪有什么铁树开花，不过是苦尽甘来。对，就包括我再补充一句吧，哪有那么多所谓的不期而遇呢？都是我筹谋已久的爱意罢了。对，就是这个意思。对，哪有那么多不期而遇，都是我筹谋已久的爱意。差不多，真情如春风。又有筹划，又有谋略。我这边刚刚看到有人在Q 这个送给你那瓶香水是什么？好，那个比较小众，叫香水实验室的33号，然后有兴趣的可以多了解，然后就不再赘述了。对，你一硬 Q 我现在有点紧张，你知道吧？就是赵婷雯这个人，反正就是一个这样的就我刚刚大概说了，是大概这个过程的一个心理过程一个人，然后他会有很多细节。我首先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底色也是一个非常干净且温暖的人。其次呢，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计划和打算的人。第三就是我觉得任何事情他都是心里有数的。然后对女主的爱，其实我觉得更多像呵护。因为我其实有的时候找不到这种感觉，你记得没，知道？我问过你，咱们在现场拍摄的过程中，我问过你，我说我不太能找到，就是相差年龄大在12岁的这种爱情，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情？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如果表达的太沉重了也不太好，那如果表达的太轻浮了，好像也不太好，好像就跳脱了这个人设。就是对于我来说其实挺难的，是有挑战性的，然后我做的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好，但是可能我最后我自己找准的感觉是像呵护女儿一样，这种感觉啊。当然这里面肯定是爱情啊，肯定是积极健康正能量的啊。对，这只是一种形容吧。对。然后我记得还有评论说就是你就像你刚才说的，你是在照顾女儿。如果你是一个女儿奴，是你看，包括荡秋千那场戏啊，其实金妮把我摇在秋千上，其实我挺开心的。但是你看我摇金妮的时候，那也是我家的，我就会这样子，就是对，其实他这个人物是可以让人这样踏实。爹系老公吧，我看弹幕说的是爹系老公，对，爹系老公吧，我觉得是这样。那你理解完你的这个角色以后，那一天你第一次见到金妮是什么感受？你记不记得我们围读的时候，你们跟我来你们两个讲了，就是从那天开始，你们两个就要建立一些联系。
情感和氛围上的。我们记得非常清楚啊，我们第一天就是以很多的那个情感戏啊，是在那个卧室房间里拍嘛，然后就有一些比较前中期的一些情感戏，那才是我们刚刚开始的第几场戏。对，第一次见妮妮什么感觉啊？见人真有意思啊！我小灯你要注意啊，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啊，就是我在认真思考啊。那我就直说啊，其实我觉得第一次见妮妮和现在我们在一起，包括昨天她来探我的班，然后我们是完全两个感受啊。第一次我觉得妮妮其实是有点高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我拖了2个行李箱从那个走廊走进之后，我看见。我说这应该是女主，我说这应该是女主吧？啊，我说是应该是妮妮老师吧？我在干什么？你在那个时候在化妆啊？我说你在化妆，你知道吧？然后完了之后，我说哎，要不要上去给她打一个招呼了？然后我说那我先坐在旁边吧。然后完了之后，我就坐在你旁边化妆嘛。然后完了之后，哎，我说我不跟你打招呼，你也不跟我说。我说这个人，我说我有点不太好意思，说不定。反正我记得很清楚，你来的时候就跟那个化妆老师沟通了，那个什么很官方的说了几句话呀，然后就、对，因为我跟之前一个化妆老师认识，然后我可能一开始觉得妮妮其实是有一点点，而且那天那个妆可能是有一点偏成熟化嘛，然后完了之后，我觉得可能有点高冷，但是接触下来啊，我说我真实感触啊，我觉得首先是非常可爱的。而且是非常，就是能给非常灵动有灵气的一个可爱。然后这个脑子转的速度啊，真的是啊，相当之快啊！就是所有的回答，我们俩在片场所有的交流，包括在戏上的交流，所有都出乎我的意料啊！包括咱们3个现在这种灯的称谓也是妮妮。我是为了活跃大家气氛。对，总之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明媚、可爱又聪明的女孩子，这是我第一次见她的感受。我要 Q 一下王老师，王老师，真的是一个非常靠谱的人，就是他逻辑性非常强啊。虽然看着平时我说话是那种很不着调的人，但是王老师的就是逻辑就非常强。你跟他说个什么事儿吧，就他总能把你说服，他讲的很有道理，让人无法反驳，这个功能真的非常强大，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不服，就是别人就是或者给我一些建议啊，或者管教我的那种人，但是我觉得，哎，王老师说的好像就很有道理啊，我就很乐意愿意听他的。你知不知道这个梗？你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儿。哎，我知道啊。你这，哎，哲哥应该不知道啊。就是我们那几天不是一直熬，然后完了之后，哲哥不是你也在熬，但是你在监旁边嘛，我俩在现场嘛。然后我说我真的熬不动了，我说这个真的受不了，然后我就给妞说，我说我回啊。然后过了2天，等我缓过来这个劲儿，因为我本来这个拍摄过程中就时间比较紧嘛，然后2个人就是相互安慰，其实就是战友的这种感觉。然后过2天，他说他也熬不住了，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想回你就回吧。Just do it。我说你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咱们可以走啊，咱们不拍了，咱们回。但是你们2个还是非常非常非常敬业，就是不管是在现场还是对演戏这件事的专业度上，我是这样的感觉。虽然我们是第一次合作，就是我觉得他真的是比较符合方允的那种感觉吧，女儿的那种感觉，然后而且很可爱。就是但是我觉得方允可能跟我本人还是有一些，就是肯定还是会有差别的，因为戏里的方允除了跟就是
在感情上面比较有小女生的那一面，她其实很多时候她都是非常理智的一个女生，也比较有就是对人设来说非常有女性魅力吧。我觉得她是一个比如说工作上非常认真，然后非常富有正义感，然后除恶扬善的那种，然后反正是比较细腻理性的一个人。但其实我的话就是还是会比较偏感性一点，这也是跟角色的会有一丢丢小的差别。但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啊，刚才有粉丝在 Q 选角的问题，就是其实我在一开始我们整个选角的过程还是非常的顺畅，就是一开始定下剧本以后，我们那天聊天咱仨也讨论过嘛，就是首先先选的男主，然后我直接给制片方推的陈鹏的主页，然后然后我觉得确实就符合我心中的那个形象，然后当时就很快就定下来了嘛。然后金金呢是那个制片主任给我推的那个资料，基本上也是没有犹豫就把金金定下来。因为我个人的感觉，除了首先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不认识嘛，除了外在的条件呀、形象呀各个方面，我是看了你们很多的，不管是抖音也好，还是之前的剧也好，就是观察了吧，算是暗中观察了你们两个。你跟赵婷雯一样，喜欢。我也看了，我之前他们就是剧本给到我的时候，就是看完了我说那个王老师的抖音来让我来看一下。王老师的抖音属于1个月更新1条的老干部是吧？跟这个很贴切是吧？完全没，完全就是1:1啊。对，别说了，我们3个还会有机会的。一定的。用赵婷雯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一定会再重逢。而且我当时看说你就多说点。花有重逢时。那你们这几天在看剧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真的能够打动你们的一些评论？因为我刚才也讲了，我在开场的时候也讲了，就是通过这一次的，不仅仅是这部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觉得更多的是观众反馈给我们很多的正向的能量。真的，大家真的是特别的用心有心的在看我们的成果，我们这个作品。就是有没有一些评论和弹幕，就是能够特别打动你们的？我先来吧啊！你看，我截屏了一条评论，这肯定是一个女孩的弹幕啊。她说她在闹，就是方允的那个女字旁的她在闹，她在笑，两个人打打闹闹，市井长巷聚拢来是烟火。摊开来，聚拢来是烟火，摊开来是生活。我觉得他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就像赵婷雯跟方允的感情，其实我们做的还是非常的生活化。我觉得哪一条评论比较打动我？说实话，我每一集基本上看了都在5遍以上。虽然我在因为我确实是有新的拍摄工作在进行嘛，但是我每一天就在完成我本职工作之外的空余时间，我一直都有在看这个，然后包括我也在找自己在表演上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在可圈可点的地方，包括有提升的地方，然后我也在看观众的评论。没有说是哪一条说是具体说是能记得特别清楚，但是这个观众的善意和认可我全都记在心里，就是我一直能看出来大家觉得婷雯和允儿的这个爱情其实看起来还蛮甜的啊，对于我以往演的剧的类型来说是比较少有的。可能
单一像导演您刚说的这种弹幕，可能我看的确实是比较少一点。那可能就是整体的评价，我可能能记在我心里吧。明白。今天有什么吗？但是我遇见了很多搞笑的弹幕你让我先说，比如说，你让我先说啊，就是有一集是就是过年回方家嘛，回方家，然后那个赵婷雯从方家出来，然后来到那个8年前的那个花园里面。然后那个是下雪的冬天，花园里都是已经没有花，一片荒芜的冷冽的那个状态。然后呢，这时候赵婷雯陈鹏在院子里面缓缓地点上了一根烟，然后这时候就是马上这个镜头下面就是他跟福伯说话，然后开启了8年前的那个回忆。然后呢，那个镜头就是人物关系就是前景是陈鹏点着一根smoking， 然后呢后景是福伯在看着他，然后有一个弹幕就飞出来了，说你倒是也给老头也发一根儿。我真的笑不活了，求求了。这里不允许抽烟。我一下就破功了。就是我觉得真的哥们儿真的，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女孩留的吧？我觉得这应该会不会是就是男生吧？男生留的吧？这是个铁直男，绝对的。我真的觉得哥们儿你真的有趣啊！那赵婷雯看见那一片就是赵婷雯看见那一片已经被打散的这个以前的玫瑰园，然后想到了8年前的玫瑰园，抽的那根烟，那么我哪有机会给别人？我确实看过诸如此类的比较有意思的这种弹幕啊。挺好的，大家真的是思维非常的思维真的太敏捷了，真的太敏捷了。我看那个镜头反看，我就如果不是我演的，我反反复复看10遍，我也想不到我自己会能说出来这种话。你真的很厉害。我脚茬都说不出来这种话。黄玫瑰好看，可惜是假的。我们是真的吧？我记得没错吧？我们是真玫瑰啊1/3都是真玫瑰。对，我记得哲导为了把那个最后那个大结局，两个人在这么讲吧，两个人在花海相拥，我记得有很多都是真的。我应该有印象。非常大片的那种难以实现啊，确实很多都是真的。很多都是真的。我们真的应该是真玫瑰。对，只要是前景的大部分都是真的，但是后景的很多是那个，因为什么？我觉得拍戏，特别是我们拍短剧，景的整个的阵仗是一方面，也不能完全造成浪费的，对吧？只要我们的镜头的效果是没有问题的。还会不会有续集？观众有问还会不会有续集？那对于我来讲，那我当然想啊。为了顺其自然，一切往更好的方向，然后我们好好努力一些。对，其实我觉得大家很多粉丝观众的心理其实是想让你们二搭了，就是不愿意就是就希望你们更快的去再重新组队。会有机会是吧，小灯？肯定呀，那还不是那个什么甲方来这个叫什么？本来才来本来。我一会儿拿个小本本把这一条记下来。我们要发挥那个赵部长的人脉了。赵部长这些年光顾着跟远儿谈恋爱了，然后把正事都忘完了，人脉也不太行。是这样，我个人有想问你们的这个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两个可能也知道，我之前是拍横屏拍 TVC 的，其实短剧我也是刚刚的接触。然后呢，其实我在我经常叫自己短剧小学生啊，我其实也在不停的学习过程当中。我是想问问你们，
就是拍玫瑰与青松》这部剧，包括最终看到成片，就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就不管是对我还是对我们整个的制作呀、流程啊各个方面，就像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可能在现场的时候，我们在讲戏的时候，我可能确实会让你们从各个维度去了解当时这个戏跟角色，不管是通过音乐呀，还是我们一遍一遍的去读那个台词，就诸如此类的吧。不同的感受。我觉得不同的感受，没事，你们俩可以想一下。然后呢，你讲一下，我们还是那个福袋还是在不停的发放当中啊。是的，是的，正在观看直播的家人们啊，就是我们这次直播也不是说单纯就是我们回顾一下剧情，放一下花絮，幕后的故事，我们还是有一些小礼品的啊，就是在哲导的直播间，然后我们会发送那个钻石福袋，中了钻石福袋的家人们啊，凭截图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精美礼物哦。这个是到时候我们的王晨鹏老师会有亲笔签名的亲签，然后还有机会获得我们金妮老师亲签的一个明信片，还有一个钥匙的挂坠啊。我们的直播一直在进行，然后我们的福袋也会一直在发放的啊。哦，就突然 Q 到这个相框了。就是其实我在这个相框上面留了一个小的彩蛋的梗，就我不知道那个陈鹏啊，我应该没有跟你说过吧？就是你可以说说看，你可以说说看啊，你可以说说看，就是我的一点小私心啊。除了这2句话，别的信息。别的信息？对，咱俩都是金牛座。暴露了。咱们俩都是金牛座。金牛座和花。金牛座和花。就是花左下角的。我明白了，我想起来了。你说的那个日子是不是跟生日有关？对。我明白了，我知道了。还没反应过来。我明白了。他为什么 Q 金牛座呢？是因为我们的生日是应该是在这个日子的周期里，在4月的这个周期里，对，因为就是你是4月29吧？我4月28。对，你是28。然后我是4月26。就是那个你写下来那个日子。是这样。因为当时编剧老师，我在看本的时候，这儿编剧老师只写到方允那句台词2017，然后后面就没有再写了。但是我就是我能想到，当时要做道具的话，这个上面肯定要有一个日期的。然后我就藏了一点彩蛋，我就把我的给写上了。我了解了，是这样。周导有心啊，给你比个心。金牛座的浪漫，来自金牛座的浪漫，我的妈呀！哎，你真别说，你这么一说，好像金牛座好像真的是干这种事儿的人。我其实我认识金牛座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星座，不像是这么会搞浪漫的一个星座呀。他是导演呀，他就会有一点浪漫细胞在啊。没有啊，金牛座就是闷骚。是不是陈鹏？广而认同的，广而周知的。你刚才说那个咱们这个剧是有什么？你刚才说那个剧啊，是有什么感受啊？我得认真想想，好，你想。我相信都这样，我不信。可能对于我来讲，咱们的这个剧拍摄过程中，感受最多的不同是，我觉得可能我们在剧本呀和细节的一些，因为当然我也遇见过因为之前拍到的项目也有很多我认为特别好，
我自认为自己拍过有一些个别项目其实也蛮好的。那好的项目都有共通性啊。那在咱们这个项目上，我也能感觉到，我们跟我之前可能拍过的有一些项目比较，可能会更细致一些，然后可能更愿意去花时间在现场的，无论是走戏啊，或者说是，一些调度上啊，包括。你那天记得没？早晨我跟你在沟通，我说这场戏的情绪，然后你说你可能会在这场戏铺的一些 BGM 上，那我觉得可能是沟通嘛，起码是我们这个我们今天现在目前在场的3个人的沟通会多一些，可能平时因为拍摄周期紧的话，可能在其他剧组里面沟通可能没有那么多。那当然我也说了，就是之前其实。也拍过类似于我自认为在《玫瑰轻松》播之前，我也认为比较好的项目，就是这给自己打个广告啊！今年拍过一个项目，刚杀青就不算，之前拍过一个项目，就很不错，就是《晚色上春之》，我们现场也像跟哲导包括妮妮一样，沟通很多，大家为了这场戏设计的细节呀、调度啊什么的都很多，我觉得是这样。那我有拍过时间周期真的很短的嘛？那也要实话实说，真的就是没有机会做那么多事情。这是我一个比较大的感受啊。那我谈谈我的吧。其实我觉得我从一开始就真正下决心做这个本子、拍这个剧的话，我觉得我跟我团队讨论最多的，我觉得包括虽然我没有跟你们直接明说，但包括我们在讲戏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觉得我们其实这一次真的在尊重观众，就是我们没有把观众做区分，也没有认为我们拍的是一部短剧，是短国。所以就不单从你们俩的表演上，我觉得就是该走心的走心，我们节奏该缓的就缓，对吧？就我们有很多自己的设计理解然后包括我们对这个人物有非常浓的信念感，我觉得这都是基于我们真正的在尊重短剧、尊重观众这件事上。这是我看到你们的表现给我的一些反馈，包括我们的摄影老师跟灯光老师。他们也没有把这个只是当做一部剧，当做一个拍摄，就轻轻松松的就完成了。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精益求精，有时候甚至我觉得这个镜头已经 OK 了，但是摄影老师、灯光老师可能还想要再来一条。然后特别是他们拍着拍着会觉得你们的状态很好，把你们光做得非常的漂亮，不管是金妮还是陈鹏。他们会忍不住想多拍，会有这样的心态。OK， 了解。他们觉得非常好的时候，甚至就是会有自己，比如说我们摄影老师啊，就是突然，就这个画面这个角度，他来拍一个好不错啊，他就跟导演商量，可能他自己都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画面。这其实在别的短剧里面，我觉得是比较少见的吧，因为一般都是，比如说导演说，我这样拍，那我拍了就 OK 了，是吧？但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就是完全投入进去了过后，自己就想由自而发的发表一些意见。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品真的不是某一个人或者一个部门努力它就能成功的，真的是所有人都就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吧。对，我觉得你们两个说的都非常好。所以这个就是当时我还说我们杀青那一天啊，就是在下雪之前，就我们快拍完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想掉眼泪，因为确实拍的有点辛苦，确实有点辛苦。有时候我们每一天过的都是，我跟他们讲叫洛杉矶时间，就是每天都是上午可能在睡觉，然后傍晚上在通宵拍，确实非常辛苦。但是呢，就是我当时在拍完那一场，就是还是车戏的那一场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就像刚才陈鹏想说没表达出来的那种情绪，就突然有一种释然。但是对这部剧我觉得那时候其实我们是很有信心的，我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直到我们在进行剪辑的时候，为什么这部剧的后期我跟剪辑指导要每天日日夜夜的去盯，也是想既然大家都这么的辛苦，这么的努力，真的必须要给大家一个好的结果。OK， 我觉得妮妮刚才其实也说得很，包括导演你也说啊，也真的在你们回忆的这个过程里面，然后又想起了咱们当时拍摄的那日日夜夜啊，我觉得大家值得。然后今天我们做直播的可能就是我们3个，那可能包括刚才 Q 到的剪辑老师，包括喜哥，包括咱们整个摄影的，咱们都4，因为大家有的人很忙嘛，然后完了之后有几个好哥哥，我觉得真的大家辛苦了，真的大家辛苦了，包括还有我们制片团队那几个孩子，就我们人不多，时间紧，然后留给我们的条件就是那样，但是好在大家，挺好，真挺好，苦尽甘来吧，苦尽甘来，然后也特别就是真的是感谢观众吧，感谢观众，感谢大家支持我们的创作，就是所有人，我们都是在由内而发的觉得这是一个创作，而不是一个任务。那么这个它一定是出的好的作品。对，事实证明，我们真诚的付出一定会被大家看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感谢大家的关注吧，包括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因为现在看一下已经到170多万的收藏了。然后后面的我们会不会有更高的记录，然后全让大家。刚才问有没有什么是现挂的，就是刚才有观众问我，就是咱们的剧有没有什么现挂的？我其实很多都是我们现场，就像我说的，我们现场其实一直在商量，就是指导啊，包括我们摄影指导都会上来跟我们商量这些事情。按道理来说，摄影指导是不管这些事情的。然后，我们现场有很多都是现挂的，这个没法跟您一一的去讲。我举个最简单的，比如说。当时我们拍那个赵天文进去开会，跟允儿坐在一起回忆起允儿从每一个时代过去的。那当时我们就觉得，这样跟着走进来，然后包括可能，年龄感呀什么的没有上来，就是那个你哲哥应该知道吧？那个保温杯就是临时设计出来了，然后这个保温杯设计出来之后，包括那个可能那个镜头被剪掉了。保温杯拧盖吹水，盖子放旁边，那也是现挂的。然后包括因为有一些戏可能是拍妮妮我不在啊，等会妮妮也可以说它是现挂的。你比如说，在给赵天文，就是妮妮在跟她的师兄在吃饭的过程中，赵天文就是接到了助理举报的小电话之后，我记得哲哥加了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我记得应该很清楚是。当时我说赵天文此时此刻应该在办公，应该是在写一点东西或者在看文件，然后哲哥说你光打电话的话会很干。那场戏其实很多场戏真的都是加的，就是把这个确实是导演加的啊，真的是这个剧把本子翻开翻到最后一页，然后写允儿都有什么样的习惯，不吃这个不吃那个，然后不喜欢做什么。我觉得都在细节里，其实很多戏都是现挂的，没法讲的，很多，真的就是我们，删减的戏放着没法放啊，朋友，理解一下，朋友。所以你有一个小本本记了我的喜好，记了方允的喜好。对啊。对啊，我们现场就把剧本整个翻过来，就是关于赵廷文其实就是赵廷文和方允的2、3世那种感觉的。然后前面本子的前面是赵廷文关于工作上的内容，然后翻过来其实就是8年来就是记录的点点滴滴的一些认真的细节。无论是角色还是无论是这个角色的性格还是整体的，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藏在细节里的。我这边好像这样吧，我们最后一点时间留给我们的粉丝观众老爷们，然后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就抓紧时间啦，然后我会挑几个，或者是
陈鹏和金妮也可以挑2个问题，我们回答一下。行。你这边他们最想知道的就是花絮，我们放了很多花絮啊，我记得，就是剪了很多条，然后不包括官方号呀，还是我们自己都有在发。我这边有人问结尾为什么男主的花是枯萎的，因为那个就是一个 callback 呀，他最后那一场 ending 的时候，赵廷文重新把那个玫瑰的干花标本从相框里面拿出来了，就是我们最开头的那束干花。然后浴室那一场我记得那个镜头不就是允儿手里拿的新玫瑰和赵廷文手里的那个干标玫瑰吗？有一个碰撞，我记得有这个镜头了。对，那个也是我们的海报之一嘛。会有2吗？会有2，会有3，我们3个灯一起。希望吧，就是，之前其实，在咱们3个没有在一起合作之前，其实有很多剧观众说会不会有2，会不会有3？我觉得我的答案其实一直都是一样的，顺其自然，好好努力，做该做的事，有了我们就好好拍，如果没有，那我们就下个项目，说不定我们3个又江湖再见，对不对？对，确实。我这边有公众问我觉得我会觉得这种细腻的感情演起来特别有代入感，特别神清气爽嘛？那肯定是的呀，因为就是你换谁来，他都是想演那种就是人物比较饱满，比较剧本比较整体刻画比较细腻的戏会。对自己，不管是对自己的作品啊，还是让自己有信念感来说，这肯定都是要好一点的。而且王老师也特别认真嘛，所以跟他一起，不管是试戏啊，还是干嘛的，其实代入都蛮快的，偷偷比个心。有人问香水抽过了吗？怎么还有香水的事儿啊？什么香水什么？要抽奖抽香水啊！哎，那是导演给我的，我就那半瓶，我就那1瓶，你要我抽给谁啊？陈鹏，你那边有什么吗？我们倒计时5分钟，好不好？就剩最后5分钟的时间，然后留给观众们。我这帮你是说弹幕是吧？对，就是还有没有就最后一点时间留给观众，看还有什么想问你们2位的？你可以。我观众。然后我先打断一下，然后我们的福利也是最后一波喽。然后就是我们的中了福袋的，就是中了钻石的家人呀，可以凭那个中奖的截图私信我们后台，就有机会得到我们的主演的亲签的相框，或者是我们金妮老师的亲签的明信片，还有那个钥匙挂坠。就是只有中奖的宝贝们才有的啊！我们是最后一波了，因为我们的数量，道具老师也是非常辛苦啊，赶不出来那么多了，所以我们也是最后一波。然后抓紧想要领取的话，可以来我们哲导的直播间哈，我们现在最后一波了。我这边观众其实我仔细我这边的弹幕我仔细在看啊，就是他们说能不能把浴室亲密戏放出来，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很危险啊。然后，我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哈，其他的。那不是没有亲密戏啊？我记得那场戏不是能播吗？哎，那场戏播了吧？就是那个梦境播了吗？就是那个喜哥打的那个，就是36。有啊，我记得有啊。对，那个呼吸灯那个效果嘛。对啊，那个肯定要完整保留下来。
我这边观众，算了，别 Q 我了。我这边观众他们的问题，我到时候等我自己直播当回他们吧。OK， 然后当这么多面不太好意思说。然后那我可能想给观众多说几句话吧。我觉得我也总结简单一点啊，也就是不耽误大家时间。我在果子这部剧底下自己写了评论，这是我第一次写评论。我看了很多人说生活里面可能没有婷雯啊或者方宇这种角色。我首先我要说一点啊，生活肯定不是完美的，也没有完美的人和角色，但是戏里的角色包括戏里的小说改编都是来源于生活的灵感，它只是一种美好的向往。那我在果子里面写的那句话就是，我希望所有支持我们的观众老爷和粉丝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赵婷雯和方宇，即便它不是完美的，只要在你心里就是够了。这可能是我给观众想说的。OK， 问题就不说了啊，问题我等着自己回答他们，因为OK。他们弹幕里面有人说，陈鹏，你的背景像卖绿植的。对呀，妮姐。他那个我这边。你为什么要在我说了这么感人的一段话之后，要说我是个卖绿植的？我真的受不了了！哎呀，那不是假的背景吗？也 Q 我了，说我是刮大白的。说我这边像出租屋，我不答应啊。这是我的办公室，只是这面墙有点干而已。你知道我很行，我是卖绿植的。实话实说，其实我那当天给妮妮说的，我自己杀青那天，你不知道，你在另外一辆车，我给妮妮说我要创业，我是演员干起来，我的身体已经受不了了。我说我想创业干个别的。实话告诉大家，我就是卖绿植的。你那天跟我讲的可不是这个。我那天跟你讲那个东西已经被我 pass 掉了。我这边有一个同学回得很好，说你是卖轻松的。这个行。给他点赞。还是你脑子转得快。还得是你们这些小灯啊。你们之前还直播过，我这个是人生中第一次直播，有点虐待老人了。好吧。我们都是中等，对比于妮妮来说，我们都是中等，都是中等。差不多是时候卖了，让部长给你上个链接。好的，那我们的送福袋的环节是不是基本上也结束了？对，然后我们今天的直播基本上也接近尾声了。刚才陈鹏已经说了很多心里话，虽然我中间打了一枪啊，但是我是刚才是用心在听的。然后金妮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最后再说两句的？我说一下吧，我非常感谢大家喜欢我们这部剧啊，因为这部剧从接到拍到现在，也是我对自己的一个尝试吧，因为也不想老是被大家说躺在自己的舒适圈里啊，老是接一些比较就是就通俗点来说，就是那种比较傻白甜的角色，然后感觉傻呵呵的，然后谁都能演，然后这次接的这个剧本也是我自己蛮想挑战的吧。首先我觉得它是非常有女性魅力的一个角色，然后出来的效果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我替观众老爷说一句，你真的做到了。不一样的，戏路又拓宽了。因为我是那种会比较想尝试新东西的人。你笑啥？中灯，你笑啥？
给我整不会了。我其实是想说，我们好像啊，我也是，我不仅能演这种中灯，我其实也能演其他的，我是开心的，不要误解我，哎，不要误解我。好的，有编剧老师，我真的很认真的在听。我们的出品方的话，给我们真鹏第一个小灯的本儿，给我第一个小灯的本儿，我很认真，很认真，很认真。好的，你是一个演员，所以我说我们都在努力做一个演员，所以演不同的角色当然是对的啊。OK，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基本上就到这里吧。最后，其实我还是想感谢一下出品方，乐不可支，至少那个能够给我们这么大的空间去完成这样一件作品，然后也感谢小灯和中灯、陈鹏和金妮能够这么用心的就是去完成这两个角色，然后能够让这部剧能够被大家记住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功劳还是来自于你们。然后其次呢，然后我还要再感谢一下我的这个整个的创作团队，大家真的非常非常辛苦。然后其中大家的每个人的名字我就不再点了，但真的是都在我的心里。就像刚才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也聊到了很多，大家每个人都真的非常的用心的在给玫瑰与青松加分上大分，谢谢大家。好的，那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就到这里吧。我觉得，那要不然最后赵部长，既然我好想把我的杯子给你递过去。既然你都已经叫赵叔了，那赵叔要不然就是咱们最后就 Q 个流程。我觉得就刚才大家都已经把该说的说了，那临下播之前，咱们三个要不然一起祝大家新年快乐吧。因为我们三个跨年其实没在一起嘛，然后也是马上要新年了，要不然我说3、2、1，咱们一起祝大家新年快乐，咱们就下播了，好不好？OK， 然后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玫瑰与青松啊，希望我们有新的成绩，谢谢大家。那我们准备了啊，导演好了。那要不然是这样吧，导演，然后我说3、2、1，然后你说玫瑰与青松剧组，然后咱们一起说祝大家。好的，好吗？好，3、2、1，玫瑰与青松剧组祝大家新年快乐！好，开心。好，那我们江湖再见。那拜拜。好，那怎么就是挂连线就直接就挂就好了是吧？我想跟自己粉丝再说会儿话。那你直接怎么挂呢？哎，没人教。